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生活的一成不变，一如既往的上学，一如既往的坐在房间里等待着那个人的光临。哎呀，数学老师真的跟鬼一样啊！哈哈，是吗？差不多该挂了，因为留了作业，小倩可能会来我这边。朋友非常的好奇，你俩到底什么时候才结婚啊？这让男主非常的不解啊，结什么婚？我们只是普通的青梅竹马而已啊！在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一个女生就从窗户进来，一屁股坐在了男主的身上。小葵，我来喽，作业借我抄抄。这个女生名叫小倩，是男主的青梅竹马。他们两个是同一天同一时间出生的，碰巧家里还是邻居，上的是同一所幼儿园，并且还是同一个班级。两个人从小到大一有时间就喜欢黏在一起。少女环顾自周，兴奋地说了句作业发现，便直接毫无防备地从对方的头上经过，这让男主很无奈呀。小倩，抄作业可不能全抄哦，要适当的改一点。哎，我不会改，你来教我嘛。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坐在了一起。男主吐槽，为什么非要坐我腿上啊？嫌不够高就从你家里拿个垫子来呗。对此少女表示，拿着垫子从房顶跳过来可是很危险的，那你从正门进来呀。女生在男主的身上盘起了腿，少女表示，我不带垫子可是为了你哦，我这样做你肯定会很开心吧。是。这时男主似乎闻到了什么香味，小倩表示这是咪酱给我喷的香水。男主心想，居然给小倩喷香水吗？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啊。他注意到少女宽松的衣服下面那贫瘠的身体，男主吐槽，喷了香水至少也把内衣穿上啊。对此少女的回答则是，我是白天才会穿的类型。还有你刚才说谁是平胸呢？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。两人就这么直直的看着对方，直到第5秒，少女默默的说了句时间到了，便直接亲了上去。男主绷不住了，干什么啊？少女回答，不是说好了对视5秒就要亲亲的吗？那是幼儿园时定的规矩吧。碰巧这时母亲从浴室出来，葵葵，浴室空出来喽。哦，小千也来了。母亲表示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你们两个就一起去洗澡吧。于是两个人就这么进了浴室，很自然的脱下衣服。少女说着，让我瞅瞅有没有成长了。喂，别一直盯着看啊。他们两个平时总是一起洗澡，就像是兄妹一样。尽管少女不承认，非要说是像姐弟，可就算是姐弟，少女表示，我听说姐弟之间也是不会像这样一起洗澡的哟。哎，真假？那我们算什么？女生回答，不知道，应该算是青梅竹马吧。洗完澡之后的小倩钻进了浴缸，她表示听说只要适当按摩的话，就可以让身材变得很好哦。咪酱就是每天都这么做才会那么大的，这是可以和男生说的情报吗？少女表示，小葵，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什么吗？偷偷告诉你，我最近也在按摩哟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比以前丰满了不少啊？男主回想起对方以前的样子，再结合现在，他露出了无比温柔的笑容，这让少女绷不住了，不要这样看着我呀，难道是我按摩还不够吗？在洗完澡之后，小倩开始犯困了，女生迷迷糊糊的说了句，小葵，帮我把作业也写了吧，就这么直接躺在了床上。男主虽然表面上说着开什么玩笑，谁会帮你做呀，但最终还是默默的坐下帮女生写好了作业，顺便再补上几个奇怪答案。看着对方睡得那么香的样子，男主揉揉她的脸，表示写完咯，快点回家去睡，或者去地板上。见女生毫不动摇，他只好和对方一起挤在了床上。小倩睁开了眼睛，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，这立刻就触发了5秒必亲的原则，就这么直接将嘴巴贴了上去。然后就是保持着这个动作睡着了，这让男主绷不住了，喂，别就这么睡过去啊。这天小倩又来到男主的房间，小葵，我要抄作业，却不料迎接她的是男主热切拥抱。哦，小倩，你终于来了，等你很久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明白了，长官，要怎么做？你好歹听听是什么再答应吧。对此少女则是严肃表示，我有没听过青梅竹马要求的时候吗？如果你想要的话，胖子也是可以掀起来给你看的哟。我的房间至少还要10条你的内裤，你要不要考虑什么时候拿回去啊？男主的请求呢就是这个恐怖电影，你知道这个吗？知道哦，就是最近很流行的这个吧，上周我刚看过。由于班上的同学都在讨论这个话题，要是被发现没有看过的话，会被嘲笑是胆小鬼的。再加上男主本来就不擅长应对这种恐怖的东西，所以请陪我一起看吧，小倩。哼，小事一桩，交给我吧。于是两个人就这样看起了电影，男主紧紧地搂住青梅的手。少女表示，电影才刚开始哦，还没有到吓人的地方呢。这么说着，他便直接贴在了男主的身上。女生也不看电影，就这么直直地盯着对方，这让男主有些疑惑。对此小倩给出的解释则是，比起已经看过的电影，我更想看看小葵害怕的样子，因为非常的搞笑。男主倔强的回答，想都别想。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不出所料，他被吓懵逼了。终于看完了，他就这样躺在了青梅的腿上。少女摸摸他头，表示这么战战兢兢的，内容有好好的记住吗？于是男主就把刚才电影的情节全部复述了一遍，看来记得非常的清楚。到此男主哭着握住了青梅的手，表示小倩，今晚就和我一起睡吧，叫我倩大人就和你一起睡，求求你了，倩大人。于是小倩就这么抱住了男主的头，表示乖哦乖哦，不怕不怕，
两个人就这样进入了梦乡。直到半夜，男主起床叫对方陪自己一起去上厕所，女生太困，手脚没有力气，于是男主就抱着对方来到了卫生间。少女很惊讶，居然不是背着我，而是公主抱呢。男主表示因为看不见小倩就很不安，这句话让少女心动了一下，表示好可爱的孩子呀。打开厕所门，男主甚至都不敢进去，他无助地看向了青梅，女生默默地说了一句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吗？就连上厕所都一起，这距离感真的绝了呀。在男主上完之后，少女表示等一下我也有点想尿尿，这让男主有些汗流浃背了。那要我出去吗？我最多在外面坚持30秒钟哦。看着对方害怕的样子，少女则是无奈表示好啦好啦，你就待在这里吧。但由于要在异性的面前上厕所，这是个人都会感到有一些小小的害羞的。为了避免尴尬，他让男主说些有意思的故事来听听。于是男主就扯到了小学的时候同学们在厕所里扮演花子的话题，一时猪逼又扯到了怪谈，这让男主更加紧张了。他甚至都怀疑花子同学他就在这扇门的后面。等小倩上完厕所，男主已经害怕的不敢出去了。过去听过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故事在他脑海里不断的浮现。为了安慰对方，小倩便和男主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是一位女作家曾带着有异能感应的朋友来家里做客，朋友进来就警告对方那边的橱柜缝隙千万不要靠近，有脏东西。在那之后，感到害怕的女作家便上网查了查应对的方法，网上写着色色的话题和行为可以达到驱邪的效果，于是女作家就这么做了。接着等朋友再次来到自己家的时候，她发现脏东西已经消失了。男主这么一听，心想有道理啊，就用我这个阳刚之气来去除邪恶，所以我也要像对方一样把上衣脱了吗？青梅表示以防万一，你直接全部脱光吧。于是男主直接以全裸姿态出击，自从脱掉衣服，底气也上来了，就这么安全的回到了房间。他感叹果然妖魔鬼怪什么的是不存在的嘛。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算是彻底睡不着了。少女表示实在不行的话，也可以把我的手指当做奶嘴哦，吸着吸着说不定就睡着了哦。男主想都没想就照做了，直到过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，你刚才洗手了吗你？这天，男主来叫青梅起床，看着对方懒散样子，他将其抱了起来。喂，快起来！昨天不是你催我起床的吗？今天怎么身份互换了？小倩懒洋洋地抱住了男主，他表示小葵我好困。对方这副德行，看样子是完全没有起床的意思。男主催促对方再不快点换衣服就要迟到了哟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一旁少女的制服上放着一张字条，上面的内容是致小葵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说明我还在梦里吧。擅自帮我穿上制服带我去学校也是可以的哟，不过女生穿衣服的步骤可是很繁琐的，小葵你这么笨肯定做不来吧。这明晃晃的激将，男主心想我怎么可能中这么低级的条件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字条下面还有一张，那是名为怎么帮青梅换衣服的说明书，内容是首先要将睡衣脱掉，将文胸穿在正确的位置，为了不吵醒我，要轻轻的为我披上外衣，袜子要选择短一点的款式套在脚的部件上。看到这，男主绷不住了，你是什么换装娃娃吗？最后他成功的将衣服穿好了，看着眼前这个完美的杰作，男主心想我真是个天才。但也在这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中计了，居然不知不觉间就帮对方换好了衣服。碰巧这时小倩的妈妈来了，倩倩起床去上学喽。见男主在身边，他直接将书包递给了对方，表示倩倩就拜托你喽，葵君。这让男主非常无奈，刚想把对方扛起，却遭到母亲的制止，好歹是个女生，这样的姿势也太难看了啦。于是男主就用公主抱的方式带着少女走在了上学路上，海风吹在脸上非常的舒服。看着怀里的这个家伙，他心想居然睡得那么安心，我这边可是抱着你还有2个包呢。他想真让人火大呀，这家伙要不直接丢到海里算了。但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声音，你俩要不还是赶紧结婚吧。回头一看是自己的好基友，男主再次声明我们只是普通的青梅竹马而已。碰巧这时咪酱也出现了，少女表示居然公主抱去上学，还真是大胆呢。一听到咪酱的声音，小倩一秒开机，立刻就下来说了句早上好呀咪酱。早上好小倩。咪酱察觉到今天小倩看起来意外的精致呢，这让男主得意一笑，不愧是我。不是你为啥那么高兴啊？小倩低下了头，和咪酱最突出的部位打了一个招呼，早上好呀派派。这样对方绷不住了，不用特意和我的胸部打招呼的啦。男主见状也是投来了无奈的眼神，却没想少女立马转身就抓住了自己的衣服，表示你是想说我的大小连被打招呼都不配对吧？不是大姐，我什么都没说呀。对此少女则是严肃询问对方，那你能和我的欧派打招呼吗？女生那坚定却又不太聪明的样子让男主顺从了，早上好呀派派。哦，早上好呀葵葵。天哪，那你居然说话了。两人在一旁看着这对青梅竹马打情骂俏，少女向男主表达感谢，表示谢谢你早上叫醒我，虽然我也没醒就是了，所以说明天也就拜托你了呗。我拒绝。看着男主的样子，少女表示真是拿你没办法呀小葵，说着便直接亲了上去。小倩表示这下总可以叫我起床了吧，你想多了。见男主丝毫不动摇，少女立刻就飞扑上去，表示那我再多亲你3次可以了吧，只要你愿意叫我起床，我什么都会做的。想都别想，你给我自己起床啊。此情此景，这样一旁的朋友们看的那是一个津津有味啊。基友不得不吐槽，这样的距离感真的只是青梅竹马那么简单吗？